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的转型之路，古装市场的新考验。赵丽颖和林更新主演的古偶《与凤行》可以说从官宣阵容到杀青再到播出，都备受关注。从制作配置方面出发，这部剧的导演是邓科，其执导的《赘婿》《成绩喜人》《折腰》和《大凤打更人》等更是备受期待。邓科也可以说是古装剧集中比较有名气地位的导演之一，大家对他的导演水平充满信心。从演员阵容方面出发，赵丽颖和林更新的再次合作也让人十分惊喜。当初他们两个主演的古偶《楚乔传》播出之后取得了喜人的成绩，因为是开放式结局，所以大家更是期待着两个人的再次合作。有名导坐镇，又有热度、国民度和口碑都不错的85花赵丽颖主演《与凤行》首播的成绩的确不同凡响。该剧的站内热度很快突破3万，与之相关的话题更是频频登上社交平台的热搜榜单。开播一炮打响，就在大家期待着《与凤行》成为2024年首部爆款剧集的时候，却发现该剧的热度、话题度和讨论度却开始下降，再也不复开播当天的盛况。和热度一起下滑的还有主演的口碑，其中女主演赵丽颖的演技还受到了质疑。有观众直言，虽然大家总说赵丽颖保养得好，剧里好看什么的，但是她的疲惫感和年龄感是非常明显的，眼神永远是空洞飘忽的。总的来说，就是赵丽颖的眼神很空洞。从《与凤行》中的表演就能够看出来，赵丽颖在其中总是给人一种木然的感觉，她站在那里的样子呆呆的，很多时候都让人读不懂她眼神中的情感，甚至是觉得她的眼神里没有情感，非常空洞，没有神采。很多追剧的观众都意识到了这一点，觉得《与凤行》越看到后面越有一种带不进去的感觉。赵丽颖的状态让人入不了戏，看着看着总觉得出戏，有时候眼神感觉很空洞。有的人觉得赵丽颖现在的眼神状态远远比不上当初了。众所周知，《与凤行》是赵丽颖和林更新继《楚乔传》之后的二搭。赵丽颖在《楚乔传》时期的表演还是可圈可点的，当她面对强敌的时候，眼神中流露的凶狠和坚定让人为之动容，倔强不屈的人物形象也深入人心。可是，当看到赵丽颖在新剧《与凤行》中的表演，当在展现她作为王爷与敌人的打斗中的狠厉时，她的眼神还是在发狠，但是却少了很多内容，眼睛有时候甚至是空空的，给人一种表演浮于表面的印象。《与凤行》是自2020年播出的《有匪》之后，赵丽颖阔别4年重回古偶市场的新作。当初已经凭借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》展现转型意图的赵丽颖，在产后复出时选择古偶《有匪》回归，很多人都不理解。尤其是《有匪》播出之后，热度口碑双双扑街，赵丽颖演技还受到质疑，大家更难以理解赵丽颖当时的决定了。后来，赵丽颖先后主演了郑晓龙导演的《幸福到万家》和傅东育导演的《风吹半夏》，挽回了自己的口碑，平息了大众的质疑。但是，她却在接了2部现实题材的作品之后，又接了古偶《与凤行》，这又让大家难以理解了。在某次采访之中，赵丽颖给出的解释是有匪的时候没有给到大家一个特别好的状态，自己会觉得有一点点遗憾。她希望《与凤行》之后可以给到一个最好的状态，为此，她还担任了《与凤行》的监制。这回，赵丽颖的状态确实比有匪时期要好，但是《与凤行》的滤镜和磨皮却备受观众吐槽。磨皮之后的赵丽颖在剧中状态不错，但是给人一种假假的感觉，而且磨皮也并没有让其身上的年龄感减退。雪上加霜的是，《与凤行》播出之后，赵丽颖的演技再次受到质疑，其表演时眼神空洞的问题暴露无遗。这也可以说是赵丽颖表演中的顽固问题了。当初在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》受热播的时候，就有观众提到过，不管是在和剧中的林小娘对戏，听着林小娘用话语贬低自己的母亲的时候，还是在和剧中的祖母对戏，
面对着祖母对着出嫁的自己不舍地流泪的时候，他的眼神都是空空如也，接不住戏。赵丽颖既是《雨凤行》的主演，又是《雨凤行》的监制，自然也是很关心《雨凤行》播出之后的成绩的。在《雨凤行》开播之后的这几天时间里，他积极营业，为新剧宣传，但却没想到反而暴露了自己的幼医缺点，被嘲视文盲。事情的起因是赵丽颖接连几天热度飙升，追风者口碑爆棚，王一博再度称霸舞台。追风者1至4集剧评分析角色成长与剧情设置，导演循序渐进铺陈，尊重观众智商。第7集节奏起飞，精彩对决上演，地下党与侦七队交锋全面铺开，剧情不水，人物设定平视，正反两派实力相当，对决过瘾。第8集单线推进，故事线主次分明，为后续大战铺垫。摘要由作者通过智能技术生成，有用。图文万粉激励计划。追风者1至4集剧评，真实好评。恶意重伤。王一博追风者真的能看吗？追风者第4集中魏若来的哥哥孤星牺牲了，林前将接头的任务交给了他，到了第5集，主要扩充的就是这一部分。但此时的魏若来并不知道哥哥的意图，以及他所要面对的境遇有多么凶险，为了完成哥哥的遗愿，硬着头皮往上冲。期间，他踩点、侦查、甄别、伪装、电报，再加他出色的记忆力和非凡的推断力，这都是一个出色的谍战人员应该具备的技能，为后边魏若来的转变做铺垫。同时，他在处理一些事宜时，还有些力不从心，这引出的是成长线。剧中还有一点也在说明魏若来的品质，以及他需要成长的地方，那就是张明全枪指其脑袋，他依然抱紧大腿不放。这段传达了3层意思：一是魏若来对信仰坚定不移，二是有拼死一搏的勇气，三是不懂审时度势，不知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前两者固然重要，但也需辨别与认清，不做无谓的牺牲，于乱世中生存。单就国之大业，需要3位一体方能成就。后续的故事将会完善魏若来这一部分的不足，因为现在的魏若来是一块白玉，怎么打磨、雕刻成什么样子至关重要。一念之间，深渊与通途，这也是追风者的精彩点之一。可见导演并没有一味的造神，让主角无所不能，像个无逻辑的爽片。魏若来有他异于常人的一面，但也有力所不及的一面，并非事事通、事事成。这样的人物设定，角色不会失真，更没有机械降神的观感。通俗点讲就是接地气，让人有追的动力，而不是让角色与故事产生割裂，悬浮于空中。在第6集中，魏若来将沈图南教他的审时度势活学活用了起来，虽还不成熟，但在塑造完整角色上添了一笔。叛徒李胜达奉林乔松之命到魏若来的住所调查，与回家的魏若来相撞，为了套取他哥的动向，便开始编造谎言。魏若来察觉到事情不妙，分析现状，估量形势的发展变化，没有了先前那股莽劲儿，而是捡起才纸刀护命，待人走之后，咂摸有效信息，权衡利弊。如他知道他哥是地下党，一时间不知所措，工作、处境、性命、理想等都涌入脑中，难以立马做出决定。这种矛盾和茫然是剧本结构中的戏剧冲突，为的是引出对抗，人与人的对抗，思想与思想的对抗，前途与命运的对抗，有助于创造连贯和引人入胜的剧情。正是对抗所带来的冲突，加成让角色变得更为立体，观众与角色一同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做，这样一来，角色在后面发生反转时就具有说服力。看一部剧能不能被人认可，信是很难做到的一点，只要让观众信了，这部剧就成了。导演在剧中循序渐进的铺陈，没有突兀，没有生硬，信就会慢慢与观众共振，让观众也成为追风者。当观众成了追风者，自然要把他们留下来。第7集就是答案。通过这一集可以看到追风者的3大优点：节奏不水、平视、
以不低估观众的姿态来尊重观众。首先是节奏，如果说前6集因为要介绍背景、人物的原因，节奏相对来说略缓，那么第7集就是直接起飞了。故事发展到这里，该交代的基本上都交代清楚了，精彩的对决便正式上演了。魏若来与李胜达的斗智斗勇，跟侦七队的明暗相交，还有办公室风云、黄秘书的嫉妒、沈图南的赏识。在主线之外，也是一条促进魏若来察言观色、提升能力的重要支线，以及信仰变化时与沈图南的关系纠葛。阵营不同，届时定会是一出好戏。此外，地下党和侦七队、叛徒的交锋也全面铺开。隐蔽战线的战斗所营造的氛围，不仅增加了该剧的悬疑感，还让多线并行的